好，够了。这些假钱币到底从哪儿来的？你说不说呀？哎呀，大人，小的我冤枉啊！大人啊，小的每天店里的生意很好，货币流通量也很大。你好好想想，这几日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？有没有什么不明来历的人给你的钱？大人，前些日子有个男子上我店里买米，丢下铜钱袋，他就走了。我想还他钱，他已经出门了，我就出去追他，他是充耳不闻，径直朝城东走了。哎，你们都听到了吧？现在马上派人往城东去搜查，必须要把这个扰乱朝廷的人犯捉拿归案。是。都放好了。大人，钱母已经全部入库，非常安全。小心点啊，这可都是大明朝的命脉，要是出了差错，拿你们试问。是，大人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大人，库房着火了！什么？不知道，怎么着火了？怎么着的火呀？我也不知道。赶快救火！里边的钱母关系到大明朝的命脉呀！快把钱母抬出来呀！本官见过铸币司不利，是钱母毁于大火。我要找回钱母！钱母呀！大人，大明朝的命脉呀！统领大人，铸币司库房突然发生大火，钱母全部损坏，王大人也葬身火海，铸币司现在乱成一团，属下也不知道是何人所为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就在刚才。好，随我去一趟铸币司。是。快点，都放好。你们快点！大人，钱母已经全部都找到了，请过目。找到失火的原因了吗？大人，我们检查了库房所有过火的地方，没有找到失火的原因。铸币司库房一向不准用明火，平日里连一盏灯都不许点。今天不知为何突然失火，此事十分蹊跷。属下会继续彻查，一定查明原因。这个先放一放，钱母才是最重要的，这关系到整个大明朝的钱币铸造，直接影响到整个朝廷的安危呀！这怎么可能啊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怎么了？哦，统领大人，属下是铸币司的铸造师。刚才检查这些钱母的时候，发现有几块钱母断裂了。你看，一般的钱母都是过火变形，这些钱母呢，却发现已经断裂了。这绝对不是我们铸币司的钱母啊！进去看看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是。大人，这里的钱母都被调包了。不可能啊！这些钱母前些日子已经入库了。根据铸币司的规定，入库后的钱母没有王大人的允许，是谁也不许碰的。你是在怀疑你们王大人监守自盗？小的不敢。行了，
堂堂的铸币司，天下钱币铸造的地方，钱母被人调了包，竟然浑然不知，简直有辱大明朝的威严。我要奏报皇上，看如何处置你们这些人。从今日起，没有六扇门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准进入铸币司。师叔，有什么发现吗？铸币司库房发生大火，六扇门已经封锁现场，不让任何人进入。这次大火发生之后，铸币司库房发现几块钱膜被调包了。看守就是怕我们暗中调查，我们可以潜入那里，查看究竟。发生大火的现场必须得查，但是我担心这个地方是个陷阱。安世耿的惯用伎俩就是嫁祸他人。如今的神侯府已经被解除了职务，万一叫他抓住把柄，只会罪加一等，那神侯府就没有翻身的机会了。可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我们行动一定要加倍小心。你们除了要更加小心之外，还要特别注意六扇门。王兄，可曾听闻近日京城铸币司大火一事？本王略有耳闻。据说大火之后，六扇门发现存放在库房内的钱膜被调了包。这正是我所疑惑的。铸币司内守卫森严，怎么可能会出现假钱膜呢？这也正是我的顾虑。假钱膜是六扇门查出来的，可六扇门一向办事马虎，我怕他会草草结案，蒙混过关，只为了给襄王一个交代。我听闻于春桐此人庸碌无能，但城府极深。他这么快就坐上了六扇门的统领，背后一定有人给他撑腰。是安世耿向襄王举荐了他，他与安世耿自然是一丘之貉。六扇门统管京城的保卫事务，没人能够抗衡。若是他们抓不到钱膜案的凶手，那京城的百姓自会怨声载道，势必要动摇我朝的根本。我也正是为此事忧心忡忡，寝食不安，可又一时想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。王兄这几日去宫里，朝中对假钱母一案有什么看法？皇上在病榻中也每每问及此事，襄王更是亲自坐镇，亲力亲为。可即便如此，他们还是查无所获。襄王
根本就不应该重用安世耿和于春桐。如果这时候神侯府加入钱母案，说不定会早日抓到真凶，这也是神侯府重开的好机会啊！我也正是这么想的。自从诸葛正我被革职以后，我曾多次进宫拜见襄王，为其求情。襄王也只是惋惜。至于如何处置诸葛正我，襄王说，要等抓住秀女以后，再做商议。秀女出逃，最多是事关国体，有伤风化；可钱母案却事关国本。试问，国本都没了，要国体有何用？皇妹真是女中诸葛，一语即中。王兄见笑了，我只不过是救人心切。如果能早日抓到钱母案的幕后真凶，朕我也算是戴罪立功，皇上一定会网开一面的。那好，我就马上进宫拜见襄王，你就静候佳音吧。希望真相能够早日水落石出，神侯府可以雨过天晴。本王上任监国以来，京城一向是风平浪静，可是近日驻跸司发生如此大的事情，实在是有负皇上的重托呀。叔王，你也不必太担心。听说六扇门已经加派人手在京城各处搜查，相信凶手很快就会水落石出啊。过去神侯府、六扇门两个衙门共同护卫京城，两者互通有无，就显得格外的有效率。可如今只剩一个六扇门单挑护卫京城职责，不免让人觉得有点势单力薄之感。唉，让本王实在是担忧啊。叔王说的极是，只是诸葛正我他是戴罪之身，如果执意让他复出的话，恐怕众口难服啊。本王倒不是这个意思，这诸葛正我如何发落，尚未定论。此刻难以再接大任，可惜啊，诸葛正我一世英名，竟然毁在一个小小的秀女身上。不过，此事依然疑点重重。我问你，诸葛正我可有告诉你，他为什么要藏此秀女呢？世耿隐居多年，早就不过问京城之事了。听说已经全权交给六扇门处理了。启禀襄王，朱王爷到了。哦，快请他进来。是。原来叔王还召见了朱王爷，那世耿先告辞了。哎，世侄不必着急，你与他都是我的好贤侄。如今京城发生如此大事，我们应该团结一心，稳定朝纲。过去就算有什么芥蒂，不要放在心上，啊，大事要紧。叔王教诲的是。须替拜见叔王。哎，贤侄不必多礼，快坐吧。多谢叔王。王弟也在这儿。叔王，多有不便，侄儿改日再来拜访。哎，王兄，好久不见，别来无恙啊！世耿跟王叔正商讨钱母案一事，不如一起啊？怎么，王兄有所顾忌？哪儿的话呀！王弟今天能心血来潮，关心起朝政的事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好啦，两位贤侄，不要站着说话了，都快坐下吧。多谢叔王。哎，谢叔王。坐坐啊。徐贴啊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和世耿在商量钱母案，可是千头万绪，就是找不出个结果来。王弟，你虽然避世不出，但对江湖之事却是了如指掌。为兄还是先听听你的意见吧。世耿是个贤人，早就不过问京城之事，
哪敢在王兄面前班门弄斧？我倒是想听听王兄有什么意见啊。叔王，前魔一案，须替略有耳闻，且忧心忡忡。但是六扇门现在对此事完全保密，本王也不知具体情况。何况六扇门总领于春桐和安王爷关系非同一般，想必安王爷对此颇有了解吧？哈哈哈哈哈！六扇门总领是襄王提拔确认的，实在跟世耿没有什么关系。王兄你多虑了。原来如此，叔王，我倒觉得这六扇门孤军作战，且不利于此案的侦破。不知叔王是否另有他策呢？啊，徐铁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其实本王心中也有所考虑，只是神侯府的诸葛正我目前是戴罪之身，我怕很难再让他介入此案。加上这秀女案尚未落定，此时此刻恢复他的身份，这恐怕不妥啊。前魔案对朝廷对百姓损害巨大，且扰乱朝纲，若不加以及时制止，待假钱币上市，苦的是百姓，乱的是民心呐！王兄，前魔案固然重要，可是朝纲绝不可忽视。如果将一个戴罪之人官复原职的话，那朝廷将如何统治天下呢？世耿所说的正是本王所担心的地方，如今真是左右为难。我看这样，你们两位再思索思索，看看是不是还有更好的办法。叔王，徐铁，我知道你是在急朝廷所急，不过世耿说的不无道理。神侯府还有4大名捕，他们个个师从诸葛正我，侄儿觉得他们完全可以替代诸葛正我的职责。4大名捕虽然名声在外，可他们毕竟是诸葛正我的爱徒。况且，秀女案尚未查清，如果启用他们的话，恐怕难以服众啊。王弟，神侯府除了4大名捕能担此重任之外，难道还有别的人？神侯府能人辈出，我想不仅仅是靠这4个小娃娃来撑场面吧。世耿这个主意好，不仅能够避嫌，还可以让神侯府加入查案，这样前魔案不就可以早日侦破了吗？徐替，你觉得呢？徐替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。那这个人选问题，世耿认为，按照神侯府座次排序，如何？据我所知，在4大名捕之后是一位女将，叫姬瑶花。好啊，那就立刻传旨下去，让这个姬瑶花暂时主事神侯府，负责保卫京城的一切事务。恭送参政大人。师叔，襄王送来的公函上说了什么？襄王念在我们神侯府多年来全心全意地保卫京城，从现在开始，他恢复我们神侯府保卫京城的职责。太好了，神侯府终于可以重开了。不过秀女一案未清，我仍然是戴罪之身，襄王不愿意让我复职。目前神侯府的一切事务，暂时交由姬统领代理了。姬瑶花，姬瑶花何德何能，难以担此重任。可是襄王为什么不恢复世叔的职位？秀女案还没有确凿的证据，理应让世叔官复原职，总领神侯府一切事务。只要能够重振我神侯府，谁来主事都是一样的。襄王为什么会突然有这样的决定？一定是朱王爷出面斡旋，才有现在这样的结果。但主事神侯府责任重大，理应由4大名捕其中一人来担当，不该轮到我。在外人眼里，4大名捕就是我的爱徒，
既然襄王不愿意让我主事，也不会让四大名捕来接手的。对，这些都是皇宫里的派系。襄王为了堵住诸王爷的嘴，不让世叔掌权，自然要找一个身家清白、武功职位又仅次于四大名捕的人。找姬瑶花来做主事这个位置，最合适不过了。统领一职需要肩负神侯府所有的事情，重任在肩，我怕难以胜任。瑶花，你在我神侯府日子也已经不短了，以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你是难以推辞，你也不应该推辞啊。对，现在神侯府就靠你了。诸葛大人，请放心，瑶花一定不负众望。姬姑娘和我们联手这么多年，总比在外面调一个人来管咱们强。最起码姬姑娘是自己人，以后再出去查案，就能光明正大了。诸葛大人，瑶花，这木柜子里存放着全天下作恶凶徒的资料，这些资料有利于你快速判断凶手的信息。所谓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不殆。瑶花一定谨记诸葛大人的嘱咐。这是木柜子的钥匙，交给你了。有了这把钥匙，瑶花一定能把京城的治安管理好，把每宗案件的元凶捉拿归案。神侯府今后就由你主事，这些东西全归你管。哎呀，一晃眼，几十年就这么过了。想当年，我把第一个作案凶徒的资料放进这个木柜的时候，就像你们现在一样，也是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。这一转眼呐，真是时光飞逝，大半辈子就这么过了。大人不必太过感怀，大人正值壮年，以后还要继续统领神侯府，守卫京城。瑶花只是暂时主持神侯府的事务，日后皇上一定会让大人官复原职的。神侯府的未来终归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，只要你能够顺利地操持好神侯府，那我也就安心了。大人，暂时放下重责，心里有什么打算？既然老天爷想让我好好的歇一歇，我何不顺应天意，放下烦心的事情，好好的去过过悠闲的日子呢？瑶花一定全心全意操持好神侯府，利用这些凶徒的资料，帮助神侯府早日破获钱母案，好让大人重新统领神侯府。参见王爷。快起来！你自己看看，你意气风发的样子，真好看。托王爷的福，皇上已经正式任命瑶花统领神侯府里的一切事务，以后神侯府将任凭你安王爷调遣。你能坐上这个位置，你要感谢一个人。难道除了王爷之外，还有别人知道我们之间的秘密？帮助我们的人，不一定是我们的朋友，也不一定要知道我们的事情。你要感谢的是朱王爷，要不是他，你还坐不上这个位置啊。瑶花明白。从今天起，你统领着神侯府，春桐统领着六扇门，京城的一切就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。这把钥匙是诸葛正我给我的，现在呈交给王爷。什么钥匙？诸葛正我有一个天下所有凶徒的资料柜子，里面记下了这些凶徒的下落和行踪，将来一定能为王爷所用。诸葛正我呀，诸葛正我，
你用了毕生的心血创建了神侯府，没想到今天被我轻而易举地握在了我的手里。王爷神威。娇花，你先拿着，千万不要让诸葛正我识破你现在的身份，到时候一定会派上大用场。是，王爷。你为冷血，为神侯府付出了那么多。等我们谋图大业成功之后，你会享尽荣华富贵。王爷，瑶花明白你对我的苦心，我对冷血恨之入骨，我一定会让他痛不欲生。记主事。今天是我姬瑶花第1天主事神侯府，希望大家能够像诸葛大人在位时一样，精诚合作。是。京城钱墨案事发至今，仍然未能破获，望主事下令，着我们3人去彻查此案。钱母案令老百姓民不聊生，事关重大，我们一定要尽快抓住黑手。钱母案闹得满城风雨，扰乱京城民生秩序，破案刻不容缓。此案我自有安排，你们3人暂时不宜调查此案。姬主事，我们3个人是专职查案的，为什么突然之间不让我们参与此案呢？这个案件非同小可，我们跟踪此案已经很久了，让我们3个人去查，会有优势。是啊，当务之急是尽快查出钱母案的幕后真凶。4大名捕是诸葛大人的亲传弟子，现在大人被革职，如果让你们3人去调查，我怕神侯府会遭人非议。但此案总得有人去调查。对呀，我们查案有什么不可以的？我担保，不出10天，案情一定会有新的进展。我知道你们破案神速，但除了钱母案之外，京城还有很多案件需要你们4大名捕去破案。但钱母案是眼下最大、最棘手的案件。我知道，所以，我打算让蝴蝶海棠去调查。什么？凭他们2个可以破案？姬主事，蝴蝶海棠资质尚浅，这个案件本身又错综复杂，我担心他们会有危险。乌青统领说的对，我们难以胜任，请主事三思。我有我的考虑，你们别插嘴。他们2个对自己都没有信心，怎么去破案？大家都知道，六扇门和神侯府一直不和，现在余春桐还在追查钱母案。如果让你们3人去调查，我怕你们会和六扇门发生冲突。他查他的，我们查我们的，互不相干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我知道了，你刚刚当上主事一位，怕神侯府跟六扇门发生冲突，职位不保。我没有这个意思。我之所以让蝴蝶海棠调查此案，我是想让他们有所精进。如果他们查出了什么线索，你们再去抓人也不迟。但你这样，很难让我们信服。好了，我有我的考虑。希望大家能够坦诚合作，并肩作战。姬瑶花不让你们去调查钱母案。是啊，姬瑶花真的好奇怪，明知道海棠蝴蝶办案能力稚嫩，还要他们去追查钱母案，不让我们插手。铁手已经暗中去追查线索了。他既然不让你们插手去调查这个案子，我相信他有他自己的考虑。我们应该要理解他，支持他的决定才是。我是觉得，蝴蝶他们不能担此重任。海棠蝴蝶啊，虽然做事稍显稚嫩，但是姬瑶花内敛沉稳，总揽大局，他应该有他自己的计划。可是，每个人的办案方式不同，不能够求全责备。
而且，办案绝不能冲动，要冷静地去思考，要用清晰的思维去分析事情。是，师叔。那他不让我们插手，我们就真的放手不管吗？姬瑶花，他是奉了襄王之命，主事申侯府，他所做的一切决定，你们都应该遵从才是。更何况他是自己人，我相信他会全心全意的秉公处理，为我申侯府着想。哎呀，相信是相信，就是怕查案结果不尽人意，到头来申侯府不能重获朝廷的信任啊。姬瑶花在申侯府也已经多年了，她在就像我在一样。如果我们连自己的朋友都不信任，又怎么可能在一起并肩作战呢？师叔，这次姬瑶花回来，性情与往日大不同，说话跟做事之间，似乎与我们有一种疏离之感。认同，我觉得他有种神秘奇怪的感觉。师叔，你相信我们两个吧，他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或许是他刚刚执掌申侯府的大权，未能准确的拿捏分寸，才会让你们有这种错觉吧。可他一掌握大权，却做出这样的决定，实在是让人费解。你们呢，也别太过纠结于这件事情了。如今的申侯府，就像是一艘孤立在雨中的大船，而我这个船长又被停止掌舵，好不容易有自己的人出来接着管理，我们就应该相信他。如果连自己人都不相信的话，我们又怎么能一起共担风雨呢？什么？都这样了，师叔还要我们信任姬瑶花？师叔说他是自己人，不要怀疑他，要配合他，要尽量信任他。师叔这样做，可能是因为姬瑶花初次上任，想给他一点时间，看看他的表现能否胜任这个统领。师叔不想申侯府的人内讧，也不想他一上任，我们就跟他唱反调。可是姬瑶花不让我们调查钱墨案，反倒让海棠和蝴蝶接受这么大的案件，你们真的觉得这样可行吗？海棠、蝴蝶处事还不够成熟，他们平常只管一些小事情，这么大的案件交给他们，反而会害死他们。没错，钱墨案的幕后真凶绝非等闲之辈，深入调查的话，一定危机重重。师叔有他的用意，我们应该理解他的想法。但查案不是开玩笑，随时随地都可能出人命。姬瑶花表面上是想训练海棠和蝴蝶的办案能力，但他根本就没有想过，他们俩只会添乱，而且随时随地都会有生命危险。我一直也想不通姬瑶花到底在想什么。她这样不但不能破案，还会把自己的同僚陷入险境。会不会是姬瑶花怕我们跟余春桐起冲突，继而得罪襄王？他只求明哲保身，保住主事一位，所以不让我们调查钱墨案。我最讨厌这种没有脑筋又没有胆色的人当我们的上司，我第一个不服。其实姬瑶花让我们去调查钱墨案，对他来说更有利。怎么说？你们想想，以我们的能力，只要破了钱墨案，襄王一定会对他另眼相看。那个时候，他的官位也就会更加的稳当。但他不想我们跟余春桐起冲突啊。他可以避免，也可以下令，命我们避开余春桐，不让我们跟他冲突。其实我一直觉得，我们调查我们的，根本就不用管六扇门的人。那为什么我们不再去找姬瑶花，要他让我们继续查案？姬瑶花是名捕快，我们能够想到的，他一定也能够想到。没错。难道他另有目的？我不敢肯定，但姬瑶花这次重返申侯府，我总感觉他有点怪怪。难道他想跟六扇门的余春桐合作？也有这个可能。他安排海棠和蝴蝶调查钱墨案，目的就是想讨好余春桐。余春桐和安世耿狼狈为奸，姬瑶花不可能不知道。姬瑶花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？我们先暗中调查钱墨案，至于姬瑶花那边，我们几个格外小心。现在姬瑶花当了主事，她处事不当，目标含糊，长此以往，申侯府只有死路一条。我觉得姬瑶花这个人真的有非常大的问题，我觉得不如我们去调查她。
你在干什么？我来找一些案件的旧记录。这里都是神侯府的机密档案，没有主事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擅自翻阅。以前世叔主事的时候，他也会让我们到这里来翻查记录，所以我认为，诸葛大人在位时有他的作风，但是你也别忘记了，现在是我主事神侯府。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道理我明白，所以你才不让我们调查钱默案，对吗？你仍然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。我是对你的办事作风耿耿于怀。站住！又怎样？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翻阅柜里的档案。知道了，姬主事。我给姐姐买了进补的田七杜仲粉末，希望这些药能让姐姐的病好起来。这些药姐姐都没动过。这些是阴阳圣手仲月白给姐姐开的补药，他说这些药可以治姐姐的旧伤，有续命之用。姐姐失踪这段时间已经断药了，可现在回来了，仍然没有服用这些药。但是我看姐姐的身体也没什么大碍。你是说姐姐的病已经好了？如果真的好了，那真是双喜临门。是啊，姐姐的病好了，又当了主事。如果姬大人在世知道这件事，一定非常开心。姬大人已经去世了，以后不要在姐姐面前提起他，免得她伤心难过。哦，知道了。无情，这么巧啊，在这里遇见你。啊，我出来逛逛，买点东西。哦，你是在买香囊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在买香囊送给自己的心上人，对不对？你别告诉我，你是在跟踪我。怎么会呢？没有没有。不是就好。这里卖的香囊是全京城最好的，如果你需要，我可以帮你挑选。反正这事情你知我知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。我只是随便看看，那我再去别处走走。先走了。姬瑶花发现你了？他应该知道我在跟踪他。我查过档案柜里的文件，发现有10个序号的档案不翼而飞。什么文件？那些全是记载凶徒的文件。可失踪的档案跟姬瑶花有什么关系啊？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档案柜的钥匙是姬瑶花保管的，而且只有她一个人有这把钥匙。你查到什么？我在姬瑶花的房间发现了很多药，还听海棠和蝴蝶说，原来她一直有病，她是靠这些药来续命。她到底什么病？不知道。蝴蝶和海棠还说，自从姬瑶花回到神侯府，他们一直不敢在她面前提起她父亲去世的事，不想让她伤心。姬大人根本不是畏罪自杀。当天我在姬大人手上抓到一块布角，这个事情我一直没有跟姬瑶花提起。姬瑶花的所作所为实在惹人疑惑，我建议她父亲的死暂时不要告诉她。对，她行为这么古怪，我们手上的证据
也不要告诉他。要不要把这一切告诉世叔，让他来定夺？不行。虽然我们不能信任姬瑶花，但仅凭手上的证据，根本不能说明姬瑶花什么。对，暂时我们还没有真凭实据，现在告诉世叔，肯定让他为难。那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？继续调查，钱母一案我们还没有破，这才是我们最大的目标。统领，经过探查，造假铜币的地方就在这里面，钱母应该也会在这里。总算找到钱魔的下落了，上去看看，里面藏的什么东西？是。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活捉他们的头领，其他人等胆敢反抗，格杀勿论。是。站住！别动！不许动！说，你的主子是谁？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我全说，是朱王爷。大人，我们在这里搜到了这个。这是朱王爷亲授的通关文书。这东西怎么会在你这儿？我们把假铜币运往全国，就需要这个。表面上每个箱子放的是绸缎布匹，其实下面藏的全是假铜钱。只要拿出朱王爷的通关文书，那些小兵就不敢再杀，我们就可以畅通无阻的运往全国。这文书上印的确实是朱王爷的印鉴，真实无误啊！大人，此事涉及到朱王爷，朱王爷现在位高权重，我们怕什么？只要证据确凿，自然会有人主持大局。来，连人带东西一块儿带走。是。走，走，走，走。师哥，你这么急急忙忙的来找本王，难不成你已经找出了钱母案的幕后主使？叔王，找到了，可是就是不敢抓呀。岂有此理！都已经找到幕后主使了，哪有不敢抓的道理啊？就算是王爷犯罪，一样要抓。春桐，你把你知道的一五一十告诉襄王，让襄王定夺。是。臣六扇门总领于春桐回禀襄王，前几日铸币司大火之后，我们发现铸币司库房有2块钱母被调包，于是我们顺藤摸瓜，找到了正在铸造假钱币的窝藏地，还抓住了他们的头领，最后供出什么？你说呀！襄王让你说，你赶紧说。幕后主使者是朱王爷。朱王爷。叔王，我起初听春桐说幕后主使是朱王爷，我也不敢相信。朱王爷一直关爱朝政，尽心尽力为皇上办事，怎么可能是他呢？可自从钱母案发生之后，他第一时间希望诸葛正我官复原职，这种行为不得不让人联想到他们参与此案的真正目的。单凭一面之词，又如何能够确定朱王爷就是这个幕后主使呢？哦，这里还有物证，这通关文书是从现场搜查到的。襄王请看。襄王，真的是续体的印鉴。对呀，像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怎么能随随便便交给那个贼人呢？这其中一定另有原因。襄王，我们还从现场搜到了成箱成箱的假币，上面覆盖着绸缎和布匹做伪装，
根据疑犯们的交代，只要有朱王爷的通关文书，再加上那些伪装，就可以把假币运往全国各地呀。真想不到啊，旭替的背后藏着这么大的阴谋。可是旭替已经享受着一生的荣华富贵，他还有什么不能满足的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实在是想不通，我真的想不通啊！我也想不通。据我所知，朱王爷和诸葛大人他们来往甚密，难保他们不会结党营私。再加上诸葛正我仗着神侯府的势力，袒护朱王爷。这次钱母案发生之后，大量的假币流通在市场上，老百姓是人心惶惶，对朝廷怨声载道。你想想看，他们这么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他们这么做已经动摇社稷，扰乱朝纲。难道说想要谋反？石刚，我现在就拟出圣旨，你带着于春通一起前去寻找旭替。要是他做不出合理的解释，你就给我立刻拿下他，我不能让他一错再错。是耿领命。朱旭替、诸葛正我，你们两个也有今天。我安世耿这次要彻底把你们置于死地，让你们再也没有机会翻身。只要我扫清路上这2块石头，就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够阻碍我的计划。皇帝老儿就会像一只待宰的羔羊，任我宰割。我要一片一片的把他的肉割下来。王爷，启禀王爷，事情已经准备妥当。那就等着明天看好戏吧。于统领，你这么兴师动众的来到本府，所为何事啊？我们奉襄王的旨意前来问话，谁敢阻拦，就地正法。旭替，别来无恙啊！六扇门找到钱母案的幕后黑手是你，可是他们不敢抓人，襄王特地派我来，给他们壮壮胆儿。师哥，你是怀疑钱母案的幕后黑手是本王？凡事可要讲求证据啊！不是怀疑，是罪证确凿。朱王爷，这偷运假铜币的通关文书上盖的可是您的章。马兄，快拿本王印章来。是。王爷的印章都是朝廷亲刻下发，可不是一般人伪造得了的。再说了，王爷之章应该是辅佐朝廷、为国为民，但不知道为什么跟假铜币扯上了关系。于统领，在这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，请你不要胡言乱语，污蔑本王。王爷，印章不见了。什么？印章不见了？哎，其实这印章在不在根本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在这通关文书上已有了朱王爷的盖章。印章不在本府，说明本王的印章已被贼人偷走，然后加盖在这文书上。如果你昨天告诉我，世耿还会相信。今天出事儿了，你才说印章不见了，你说襄王他会怎么想？这一定是有人栽赃陷害本王。哎，我们可不是只凭一枚印章。来人，把林统领带上来。是。朱王爷，这是六扇门在城东抓获的正在制造假币的疑犯。说，是谁指使你的？王爷救命啊！当日为王爷办事，王爷说会保证小人一家大小的平安。你血口喷人！本王根本就不认识你，你为什么要栽赃陷害本王？我们去申侯府找诸葛正我查明真相。走！哎，等等，您糊涂了。现在京城里只有六扇门才有资格办案，
薛贴啊，我忘了告诉你，诸葛大人他已经不是申侯府的总领了，一个戴罪之人，他怎么帮你查呀？你，看来这一切都是你一手安排策划的，想来陷害本王。我要禀明襄王，让他为我主持公道。晚了，襄王他不愿意见你。安世耿，你不要以为你能一手遮天，我没有做过就是没做过，清者自清。贼人，站着蓝天在上，你摸着良心说话，你到底认不认识本王？说！哦，朱王爷，真没想到你竟然杀人灭口！安王爷，你看这……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安世耿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布的局，你机关算尽，到最后你必是恶果。现在犯案的人是你，人证物证俱在。虽然你把人证杀了，但也难逃律法的制裁。来人啊，查封诸王府。是。带走。你。诸王爷被软禁了。这一切都是安世耿的阴谋，他实在是太过分了。安世耿这一系列计谋，实在是高明。无忌，我姨父他现在怎么样？他被软禁在诸王府，六扇门的人已经封锁了诸王府，没有人可以进出。追命已经告知师叔，我想师叔一定会查明真相的。师叔已经失去职权，他帮不了姨父什么。而且安世耿他一定会蛊惑襄王，然后对诸王爷不利。安世耿现在不敢下杀手，毕竟你义父是皇室宗亲，要想治他的罪，必须得有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才行。义父身边虽然有总管马雄保护，但是遭此变故，我这个儿子怎么能不在他身边？我要去找他。冷血，我还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。什么事？这是当天在姬大人自杀现场发现的。姬大人，当天我去了姬府。姬大人，姬大人，可惜于春桐带着六扇门的人正好赶过来，不让我查案，还把我赶走，同时还指控姬大人是畏罪自杀。
我觉得当中有疑点，但是我想调查，却无从下手。这件事情你有跟姚花说吗？还没有。他现在的状态不好跟他说。自从他当了主事，根本不让我们查案。钱母案关系的是姬大人的声誉，他为什么不让你们调查？我们也百思不得其解。你想一想，如果我们破了钱母案，还姬大人一个清白，姬大人也不至于背着污名含冤而死，这就是问题的重点。照你这样说来，姬统领在处理这件案子上面确实不合常理。吴情，此事师叔知道吗？师叔知道，但是师叔不想我们跟姬瑶花唱反调，他希望我们神侯府齐心协力，让我们配合姬瑶花的安排。我和追命、铁手都觉得姬瑶花不对劲，但是现在又找不到真凭实据去证明。眼前这一连串的事情，真的很像是精心设计的。瑶花的事情我们慢一步再谈。我想先去看一下我义父。王爷，真是没有想到，今天这么顺利的就把假币案和钱母案都栽赃到了朱王爷的身上。王爷真是英明，一箭双雕，既能让朱王爷背上杀人灭口的嫌疑，又能让林头领永远闭上嘴。小人已经依照于统领的吩咐做了应该做的事情。于统领答应让我答应你的事情，就一定会做。但演戏要演全出，你还差一个结局。一个结局？只要明天你做完最后一场戏，一切就会结束。到时候于统领就会给我5万两黄金，我就可以远走高飞了。到时候就没有人会再找到你。小人明白，不会把我们的计划泄露出去。王爷的计谋实在是高啊！这仅仅是一个开始。要扳倒朱王爷，首先要让他背上谋反的罪名，让他永远都翻不了身。正所谓斩草要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义父，冷儿，你怎么来了？这里危险，安世耿已经盯上这儿了。现在不是出头露面的时候，万一被他发现，可就全完了。义父遭此变故，孩儿不能在身边保护你，实属不孝。哎，冷儿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坐。冷儿，你不用为义父担心，义父能挺得住。倒是你，要谨防安世耿的明枪暗箭。义父原以为能保护你，可现在却自身难保。义父，现在正是我们父子2人共同面对的时候。我们应该尽快找到安世耿陷害您的证据，还您一个清白。冷儿，你就别费心了，保住自己才最重要。义父现在就是一只待宰的羔羊，什么时候动手，他安世耿一声令下。义父，你不要如此的悲观和绝望，你相信冷儿，我一定会帮你找出证据来。人算不如天算呐，这安世耿一直想置我于死地，他只会步步紧逼。冷儿，义父有件事情一直想告诉你，再不说，怕没有机会了。义父，请讲。你不是一直在找你的杀父仇人吗？
父，你告诉我，这不是真的。奴奴在屠杀现场发现了这玉佩的另外一半，难道义父你？我没有杀害你的族人。那天，我把你从狼牙谷救起，马上就返回了案发现场。我想去搭救你的族人，可为时已晚。灭族现场惨不忍睹，我只找到了这半块玉佩。可我不明白，本王的贴身之物怎么会被人掰成2半，丢在案发现场？一定是有人在陷害本王。为了证明我的清白，这10几年，我苦苦的追查狼族被灭的线索，可查来查去，却是一无所获。义父跟你说的这一切，都是真的。你可能会心存狐疑，不相信。义父一直以为我能查出真相，抓住元凶，还自己一个清白，给你一个交代。可今天，义父已经被安世耿软禁，失去了自由，无法再继续查找。义父不怕死，义父只怕这仅有的一点点线索，也会随着义父的死去而断掉。那杀害你族人的真凶会逍遥法外，此事会石沉大海。为父含冤莫白呀！冷儿，义父已经老了，早将生死置之度外，可你还年轻。义父希望你能够早日查出真凶，查出你灭族的真正秘密，还义父一个清白。这是义父最后的愿望。就算义父在九泉之下，也能瞑目了。小师妹，感觉怎么样啊？有没有觉得浑身上下燥热难耐呀？师兄，你救我！刚刚有条金色的虫子一发光，然后我就晕倒了，它还钻进我的身体里，我会不会死？我会不会死啊？小师妹，不用害怕，你现在身上已经全是毒了。你看这边这些毒虫的尸体，他们把毒液输给你之后，都毒尽身亡了。小师妹，你只要乖乖的听师兄的话，我一定会让你练成毒魔仙子的。我晕了多久？怎么跟晕了一辈子一样？不过就几天而已。小师妹，现在你身上的毒也积累的差不多了，让我试试你身上的血脉有没有被毒打通啊？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的功力在不断的被你吸走？你不是让我浑身吸满了毒吗？怎么现在害怕起来了？你什么时候练的这功夫？我跟随师傅这么多年，他都没有将这种功夫的一招半式透露给我，竟然交给了你这么一个初来乍到的黄毛丫头。我可没有时间学什么神功，这是你咎由自取。谁叫你放了这么多毒虫给我？要是你帮我练成了神功，我想你会后悔莫及吧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怎么可能会练成这种功夫？我要把你扒光了看看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！师兄，你有话好好说，你不是就要我练成毒魔仙子吗？我练行了吧？不用了，我对你这种神功更感兴趣。什么东西？
为什么会钻进我的身体里？救命啊！小金财，过来吧，我带你回去。要为诸王爷。出来吧！你义父的事情，你已经知道了吧？昨天晚上，我悄悄地去看过义父。你去见见他也好。如今的安世耿势如破竹，他还借机污蔑你义父有谋反大罪。你义父是个正直刚烈的人，我担心他一时怒上心头，气坏了自己，那可就中了安世耿的诡计了。师叔，你放心，义父的怒气已过了，只是现在的心情还十分低落。冷血，看你欲言又止的样子，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？不妨直接告诉师叔吧。昨天义父将这个玉佩交给了我。冷血，这块玉佩是从哪儿来的？有一半是奴奴给我的，另外一半是义父的。你真的相信你义父是你的灭族仇人吗？如果义父真的是我的灭族仇人，为何要将我抚养长大？为何要在自己的落难之际，把这个对自己不利的东西交给了我？他知道我一定会一剑刺死他。我原来想不明白，但是现在我想通了。
我相信义父，相信我自己的直觉。这么多年来，你的义父始终都没有中断过去查找当年那场惨案的幕后凶手，只是一直都没有头绪。为了这件事情，他也感到十分愧疚。不过能够确定的是，有人想陷害他，而且这个人肯定跟他有着某种关联。师叔，我明白。现在，我不会再让恨充斥着我的生活，但是我一定会查明真相，查出真正的凶手是谁。我定会让他血债血偿。经历了这么多，你终于长大了。我该感谢李默，是他让我的仇恨渐渐消退。你在想什么？时至今日，我终于明白，师叔把黎墨安排在我身边，深意在此。其实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。我只是觉得读心术能够抑制你的狼性，其他的事情啊，就看你们两个的造化喽。师叔，我想替义父洗脱怨气。你现在最大的任务，就是把黎墨照顾好。奇怪，活人被火烧死的话，鼻子里应该会有烟尘吸入，而这些人却没有，肯定是被人杀死的。好像有人动过，赶快报告于统领。是。统领大人，杜比斯有人潜入翻看过尸体，但是属下没有追到是何人所为。什么？让你们把守驻必司，就是防止有人偷偷潜入。你们连这点事儿都干不好，简直是一群饭桶！属下知错。知错？哼！不受点皮肉之苦，就不会长记性。给我拉下去，打30大板，以后自然就会长记性。大人恕罪啊！大人恕罪啊！属下知错了，大人。你们给我听好了，以后谁再敢犯错，等待他的惩罚只会更重。现在的六扇门是我余春桐管理，不是韩龙在的那会儿。让你们这么自由散漫。是。你们现在就去查，看看是谁胆敢闯入六扇门的地盘。我查看过驻必司火灾现场的尸体，发现疑点众多。有什么发现？一，尸体遇上大火，可是保存完整。二，我们假设死者是被浓烟呛死，可是从他们的鼻腔中没有发现任何烟尘，所以他们是先被害死，才被推入火里。一场大火，只为用2块假钱母陷害朱王爷，却无辜搭上这么多性命。安世刚真的是用心险恶。可是单凭这些无辜的死者，
也无法证实安世耿和这场纵火案有什么关系。我还发现了这个，在现场哪里发现的？是钱监大人紧握在手里的。我记得王大人自责坚守不力，投火自焚，他手中握着黑绸子，是要说明什么？说明什么我倒不知道，但是肯定的是，这个黑绸子是从别人身上扯下来的。这种黑绸子是扬州织造，专门为官家一级的亲王供奉的。现在有了这黑绸子，这个案件就和安世耿有一些联系了。这么推断下来，王大人进入库房之后并没有死，而是发现了纵火犯，并与纵火犯发生撕扯，然后无意间从他衣服上扯下了这块黑布。单凭一块绸布，是无法证实安世耿就是幕后凶手，而朱王爷的罪名也依然无法洗清。还有一件事十分可疑，至今仍然没有一个结论。什么事？钱穆如何被调包？这仍然是个谜。对，钱穆的看管都是钱监大人亲自负责的，没有2位钱监大人的允许，任何人是无法靠近钱穆的。那安世耿如何从2位大人手中拿走钱穆？或许只有解开这个谜团，案情才会有新的发展。此案疑点重重，看来还得从钱穆的源头查起。源头？铸币司钱穆登记册。对，钱穆登记册记载了钱穆的一切资料，说不定能找到答案。吴情，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，设法找到钱穆登记册，看看册上写了些什么。是。纪瑶花，看看本王写的字。王爷的字霸气十足，无人匹敌。不管谁单看王爷的字，都会忌惮3分，更何况见到王爷本人了。说得好。想成为天下的霸者，那就要拥有雄霸天下的气势。纪瑶花，只要我一统天下之后，我就会给你无上的权力，到时候冷血任凭你处置。不过我担心一点，我怕你到时候舍不得呀。王爷，我对冷血恨之入骨，怎么可能就这么把他给放了？他把我的心摔个粉碎，我也要让他的心同样受尽折磨。只要你心中充满着仇恨，你自然就不会想那些情情爱爱的东西。这样的话，你的目的很明确，生活变得很简单。生活简单了，就没有仇恨，反而你会觉得越来越快乐，越来越满足。瑶花明白，现在只要我一想到冷血，心里只有恨，没有爱。只要一想到他痛不欲生的样子，我的心里就特别的高兴。只要找到了他们，你就亲手结束这对亡命的鸳鸯。王爷，启禀王爷，有人潜入了铸币司，翻看了那些尸首，我已经派人去查了。不是让你们6扇门看守的吗？怎么会有人潜入呢？查到是谁了吗？属下无能，还没有查到。那还不赶紧去查？是。现在能跟本王作对的，唯有那4大名捕。纪瑶花，这可是你的失职啊！瑶花知错，我已经让4大名捕不再去管钱穆案的事情，只是没想到，他们竟然私底下偷偷的去查案。瑶花回去，一定查明原因。他们为什么要背着你偷偷的去查呢？难道说他们已经不信任你，开始怀疑你了？王爷，绝对不可能。
我没有向任何人透露半个字，而且四大名捕与姚花从小情同手足，十分信任姚花。再说，诸葛大人视我为女儿，不可能对我有任何的怀疑。那我再问问你，他们都是你至亲的人，你在伤害他们的时候，你的心会不痛吗？我的心现在没有痛觉，只有满满的恨。我要让他们震惊我的心里装了多浓的恨。我完全没有感觉有任何亏欠他们的地方，他们都欠我的，尤其是冷血。那好，你们好好的给我去查他们究竟想干什么，千万别破坏了我的计划。是。续我心弦，简直是太美妙了。哎，你说谁这么厉害，竟然能在我们六扇门的把手之下进得了祝碧司？此人武功肯定极为高强，不然那么多守卫，他怎么可能进得来呢？于统领让咱们增派1倍的人，加强戒备，防止有人再进入。我看呐，是不可能有人再肯来了。谁派来的？